我现在在巴厘岛，后天就要去学自由潜水了。我想在去自由潜之前测试一下自己一口气能憋多久，然后能不能在2天的时间内把憋气的时间提高到3分钟。绝对不可能！那今天就来挑战一下吧。其实我并不清楚正常人憋气时间是多久，有没有测试过自己的极限。然后我刚刚做了一下搜索，你看一下 ，ChatGPT 说根据训练程度不同，能憋气30秒到1分钟。百度出来的答案也是，一般说60秒是一个分水岭，达到60秒，基本上认为肺活量是正常。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计时了。可以啊，1分03秒。虽然刚才测试出来我是在没有训练过人中肺活量算是正常的，但是从1分钟到3分钟，这个间距可不是一般的大。要想挑战在2天之内完成，我觉得我真的必须找一些特殊的技巧。所以在进行第2次尝试之前，我要先到网上查一查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在搜索了各种憋气时长的秘籍之后，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普通人通过训练让憋气时间达到3分钟是很有可能的，这对我完成挑战提供了极大的信心。但是没有任何攻略提到如何在2天之内完成这个挑战。正常的方法需要1个月的训练周期，在这个周期中，通过每日的憋气训练提高身体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度，然后通过呼吸训练和身体放松的方式，逐渐延长憋气的时间。那既然没有找到速成的方法，我就决定把所有提高憋气时间的方式都尝试一遍。我刚才看了一下攻略啊，发现有2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憋气的准备非常重要，在开始之前，你就要进行多次的深呼吸，这样把肺部多余的二氧化碳给排出来，然后吸入更多新鲜的空气。我刚才憋气的时候就没有做这一步，而是直接大吸了一口气，所以我觉得身体中可能有不是那么新鲜的含氧量会稍微低一点，就影响了整体的憋气时间。第2点就是身体的肌肉不够放松，刚才在拍视频也有一点点紧张，而且还拿着计时器，所以脑海中想的都是我到底憋了多久，而不是想着怎么样放松身体的每一块肌肉。我要好好利用这2种方式再试一次。1分35秒，至少比第1次有很大的提高，虽然离3分钟还有很远。我慢慢来。刚刚在看攻略的时候说，准备时间憋到90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在这样一个阶段，要多循环几次，让身体更适应这样一个憋气的节奏。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多花点时间，大概做个4、5组这样的循环，然后再来测试憋气时间吧。好了。我刚刚进行了5组的这种1分半的呼吸训练，现在感觉很平静。我还是明显的感觉整个身体放松了很多。渐渐的，每次到1分半的时候，呼吸的急促感没有那么强。接下来这一次测试，就要尽量把憋气的时间延长，看看我在刚才这一段适应性训练之后，一次憋气最长可以达到多久吧。还是像原来那样，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就开始我们的计时。2分24秒啊，后面好难啊！但这个时间的确有非常多的提高，从1分钟到2分24秒，不行了。现在这个时候，感觉脑袋里面已经是那种嗡嗡作响，还是有点轻微的缺氧。但毕竟今天第1天才开始，我觉得练习的方式还是正确的，就不强迫了。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多练习几个轮回。我昨天晚上又做了几组这样的呼吸训练，但最终还是没有突破2分30秒这个坎。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但离我们自由潜已经不到24个小时了。对于今天能不能突破3分钟这个坎，我心里其实没有什么把握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在2分30秒这个瓶颈卡了这么久之后，每次到那个时候横膈膜抽动的特别厉害，那种疯狂的呼吸的本能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昨天晚上练习到最后，我其实挺绝望的。我已经尝试过了大部分标准的方法，包括准备的时候的腹式呼吸、深度吸气、憋气时候的全身放松、静态冥想，以及憋气的这种循序渐进来调整身体对二氧化碳的适应度。可无论如何，就是没法迈过2分30秒这道坎。就在我感觉可能要放弃这次挑战的时候，我终于发现还有一个近乎作弊的技巧可以尝试，但这个技巧非常的危险，它就是利用我们生物本能的 mammalian reflex。
这叫 diving reflex， 哺乳动物的深水反射。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哺乳动物在潜到水中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生态反应。生理反应会让你的心率降低，减少身体的耗氧量，这样就可以达到更长的憋气时间。要激活我身体的这种潜水反射，我就必须让我的身体沉在水下。所以今天在做完准备活动之后，我们要在后面这个泳池水下挑战3分钟的憋气了。那现在我就要在岸上做一些准备工作，接下来就要下水测试了。好了，我现在准备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开始了。现在就下水吧。其实下水之后并没有感觉什么区别，但是我决定先在水里试一下，这一次憋气可以憋多久。为了尽量减少开始憋气之后的多余动作，我提前打开了计时器放在水底。为了让身体更好的沉入水中，我找了一块比较重的石头，然后在水面上做好准备工作，深吸一口气，抱着石头沉到水底，开始用意念放松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但是我大大低估了吸满空气之后身体的浮力。我发现哪怕有石头的辅助，身体也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保持在水底的平衡。由于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放松肌肉，头几次尝试在水下憋气的时间居然远远不如岸上。我决定必须换一种方式。在尝试了几种姿态之后，我发现面朝下漂浮在水上是最轻松的。完成准备工作之后，我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挑战。我操！我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挑战。这一次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就在我以为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Hello， 烦死了！我操，我要醉了！刚刚过横膈膜抽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马上就可以坚持下去了，结果来了一个骚扰电话，肯定是上天给我一次考验。我又花了2分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虽然对自己能不能达成目标半信半疑，但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以最严格的方式去执行。这一次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没有出任何的差错。我完成最后一次深呼吸，打开秒表，然后沉入了水中。由于在水下不知道准确的时间，我只能凭感受估计身体的状态。这一次尝试的感觉并没有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横膈膜抽动来的时间特别的早。随着一次一次的抽动，痛苦越来越加剧，渐渐的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而剧烈的不自主的抽动甚至让我吐出了一口宝贵的空气。明明发疯了一般想要呼吸，却必须让全身像熟睡的婴儿一样放松。我的身体一遍一遍叫嚣着放弃，只剩下意念还在苦苦的支撑。那个极限终于到来了。3分30多秒，开不开心？也不是这么难嘛。说实话的，其实这2天自由潜憋气的训练，感觉真的挺不容易的。在训练中最难克服的不是技巧性的，而是生理和心理。横膈膜开始抽动那段时间，你的意志和你的身体开始对抗，为了克服本能而做出的那些努力，甚至有一种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感觉。向本能挑战是痛苦的，但放下自我，放下你的 ego， 放下内心的恐惧，甚至是所有内心一切，把整个自己都奉献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跨过那道门槛，你对身体和意志达到极致的那种控制。哇，这种自虐感其实还很爽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电影《碧海蓝天》里说的那样 ，There's only one way to find a mermaid. You go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where the water isn't even blue anymore, where the sky is only a memory. And you float there in the silence, and you decide that you will die for them. Only then do they start coming out. They judge the love you have for them. If it's sincere, if it's pure, they will be there for you and take you away forever.